我用刀划破手心，伤口就不断涌出金子来。那之后，家里的日子越来越好，住的是3进大宅，吃的是山珍海味。家里奴仆成群，夫君还纳了2个美妾，只有我被扔到柴房，全身找不到一块好肉，取之不尽的钱财，甚至引来了知府女儿的下嫁。为了聘礼，他们将我的眼球化作东海明珠，把我的4肢变成千年寒玉。终于在夫君迎新人过门那天，我流干了全身的血，凄惨的死去。再睁眼，我手里正握着那把刀，我握着刀的手不住的颤抖。那只手因为洗衣做饭并没有多细嫩，反而有些粗糙，手指头和掌心甚至还有几枚厚茧子，可手上一处伤口也没有，不像上辈子上面全是被刀划伤的痕迹，辛巴叠着旧痕，一道又一道，有如癞蛤蟆背上的疙瘩，丑陋的让人恶心。可就连那样的手，最后也被我的夫君和公婆亲手割断了。这时，屋外传来婆婆骂骂咧咧的声音：“不过洗了几件衣服，能有多累？不过是想着法的多懒罢了。哼，我当儿媳妇的时候，大着肚子还要下地呢，一会儿你家男人就回来了，现在还不做饭。”是想饿死他吗？听到他的声音，一股强烈的恨意从心底涌出。我看着手里的刀，告诉自己不要着急，上辈子我受的苦会一点一滴全部还给他们。把刀藏到怀里，我推门走了出去。看到我，婆婆嘴里依旧骂个不停。我低下头，一副被骂后懦弱无能的样子，径直走进了厨房。婆婆又在院子里骂了几句，见我一直没出声，大概觉得无趣，也就没了动静。我熟练的烧火做饭，等待饭熟的过程中，我给自己煮了2个鸡蛋，吃完后把蛋壳扔到炉灶里毁尸灭迹。等公公和夫君下地回来，饭也做好了，我把饭菜端到桌子上，4碗粥，其中1碗稀的能看见碗底，那1碗被我主动端走了，还算有点眼色。公公和夫君只当没有看见，一边吃饭一边说着：“今年少雨，估计地里收成又不理想。”我低头喝粥，不让他们看见我眼里的恨意。等吃完饭，公婆回了屋子休息，夫君也径直起身回了屋子。看着满桌的碗筷，我默默地收拾。洗完碗回到屋子里，我的夫君正四仰八叉地躺在炕上。我咬了咬舌尖，让自己镇定下来，然后从怀里掏出那把刀，说道：“我上午去河边洗衣服捡到了这个，你看看，这是红宝石吧？应该能值不少钱。”夫君闻言立马翻身坐起来，他看着我手里的小刀，眼睛一亮，手伸了过来，拿来我看看。我把刀递过去，往他手心里放的时候用力一压，锋利的刀刃就划破了他的手心。他疼得一抽，然后朝我吼道：“你真是笨手笨脚的，疼死老子！”我却惊讶地指着他的手心：“夫君。”他下意识地低头一看，刚才刀划破的手心上有一角碎银子。夫君瞪大了双眼，错愕地看着手心里的银子，半晌后，他把银子放到嘴里咬了咬：“是真的！”他兴奋起来：“你刚才也看到了吧？银子是凭空出现的。”我点点头，他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：“不对，不是凭空出现的，是和这把刀有关。”他翻来覆去地看着那把刀，模仿着刚才的姿势，嘴里念叨着阿弥陀佛、急急如律令之类的话，但银子再也没出现过。我假装迟疑地问他：“夫君，银子出现之前，你的手被划破了，会不会和这个有关？”他看着我，目光灼灼：“你的手伸过来。”我顺从地伸了过去，他干脆利落的一划，他屏着气死死地盯着。但我的手心除了血什么也没有。半晌后，他又拿起刀在自己的手心浅浅划了一刀，依旧什么也没有。他挣扎许久，然后把刀递给我：“你划我一刀。”我拿着刀犹豫道：“夫君，真的要是吗？”他不耐烦地催促道：“快点，别婆婆妈妈的！”闻言，我用力划了下去，鲜血流出的瞬间，他就骂了出来：“你不会轻点吗？你……”他的话没说完，因为手心里又出现了一角碎银子，比刚才那块还要大。我们又试验了几次，只有我拿着刀在他身上划，伤口才会变出银子，除此之外都不行。他眼神闪了闪，说道：“这刀我来保管吧。”然后把刀和几角碎银一起收进了怀里。看着他警惕的样子，我不知可否。我了解他，那几角银子可不经他花。我等着他拿刀来找我割他的那一天。第2天，公公叫夫君下地，他直接拒绝了，然后在公婆茫然不解的目光下进了县城。等到晚上回来，他买了米、面、油，甚至还割了2斤肉，打了1壶酒。家里的银钱一直是婆婆在管着。他很诧异：“柱子，你哪来的钱？”夫君得意洋洋地说道：“娘，你等着享福就行了，其他的就别管了。”说着就催促婆婆去做饭，这也是家里的传统，但凡有荤腥都是婆婆去做饭，因为她怕我偷吃。婆婆虽然疑惑，但还是高兴地拎着肉进了厨房。那顿饭全家都吃得特别香。从此之后，夫君下地变得有一天没一天。公婆每次说他总会反驳：“地里刨食能有几个钱？放心吧，你儿子即使不下地，也能弄来钱。”夫君本来就不是多勤快的人，和辛苦种地比起来，只要在身上轻轻一划，就能变出钱来，要简单得多。钱来得太容易，他也越来越大手大脚。有一天，他从城里回来，我在他身上闻到了脂粉味，给他洗衣服的时候，还从他衣襟里找到一方丝绸的帕子，但他有恃无恐。现在的好日子都是老子受苦流血换来的，你老实点儿，少不了你一口吃的。我还是一副懦弱老实的样子，端着衣服去河边洗。他满意的换了衣服出门去了。我知道他和上辈子一样去了城里的教坊，但教坊这样的销金窟可不是他揣着几角碎银就能频繁光顾的地方。果然，没过几天，他就拿着刀来找我。来吧，轻点划。我听话的在他胳膊上划了一刀，他皱着眉，不满地捡起拇指大小的银子。算了，你用力划吧。我使劲划了下去，血从他胳膊上流下来，这回是一整锭银子。我努力压下上扬的嘴角，然后掐着大腿憋出几滴眼泪来。夫君，以后要不算了吧，我们像以前一样好好种地，日子总能过得下去的。你这样伤害自己的身体，我实在是于心不忍啊。
她狠狠地瞪我一眼，你一个妇道人家懂什么？然后草草包扎了伤口，就兴冲冲地走了。我知道她又去了教坊。那之后她找我的次数越来越频繁，直到又一次花完了钱来找我。我拿起刀还没划下去，婆婆猛地进来把我推开。你这个丧门星，柱子好吃好喝的养着你，你竟然敢拿刀害她，她哪一点对不起你了？她一边骂一边往我身上捶打。你反了天了，还敢和自己男人对刀子，我打死你！我嘴里不停辩解着，娘，我没有。然后不停地往后躲。在他又一次扇上来时，我装作害怕，握着刀的手挥了出去。啊！随着他的一声惨叫，他的手臂出现了一条长长的伤口，但同时也掉落了2锭银子。他目瞪口呆地看着银子，夫君则满脸惊喜地看着他，像在看一个聚宝盆，也像是饿狼在注视着自己的猎物，贪婪又凶残。婆婆像是感受到了什么，无端打了个冷战。多了婆婆这个可以变银子的人，夫君的行事已经不能用大手大脚来形容了，颇有些富贵人家的公子一掷千金的做派。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无所事事的混混，那些人看在他出手阔绰的份上，围着他阿谀奉承，但受苦的是婆婆。一开始她和婆婆轮流被刀割，但后来渐渐的变成了她被割1次，婆婆2次，再后来变成了她1次，婆婆3次、4次、5次，最后被割的就只有婆婆了。短短3个月，婆婆2条胳膊已经布满了刀伤，就像上辈子的我一样。又一次取完银子，婆婆诺诺的开口试探：柱子，娘年纪不小了，再这样下去，身子会受不住的。这银子你省着点花吧。夫君正高兴地收着银子，听到这话，立马收了笑意，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冷哼一声说道：娘，哪个农村老妇人能像你一样满身的绫罗绸缎，金银首饰不重样的戴？你要是后悔了也行，但以后这好日子可没你的份儿了。婆婆忍不住反驳：凭什么？这银子可是因为我才得来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你把银子还给我。说着就伸手去抢，可他哪里能敌得过夫君这个年轻男人的力气，只挣扎了几下，非但没抢到银子，还被推倒在了地上。夫君的脸被婆婆的指甲划了一道，她愤恨地看着婆婆，一巴掌打在婆婆脸上。娘，我劝你听话点。婆婆被打得懵了，不可置信地看着她，然后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声。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竟然被自己的亲儿子打了！老天爷啊，你睁开眼睛看看吧。我在一边劝解道：娘，夫君说的对，您现今的日子比戏文里的老封君也不差什么了，只是被刀子划2下而已，那么小的刀子能有多疼？她对着我破口大骂：你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小贱人，你划自己一道看看疼不疼？我心里嗤笑一声，上辈子这话可是他亲口说的。想到上一世他狰狞的嘴脸，我看向夫君。夫君，娘这样大呼小叫的，要是被人听了去就不好了。夫君的眼神闪了闪，我继续说道：我听娘说几个舅舅过段时间要过来，要是……夫君看向婆婆，眼里幽暗。婆婆吓得爬起来就想往外跑，被夫君一把拉了回来。她眼神一狠，伸手捂住了婆婆的嘴，不让她发出一点声音。我在夫君的示意下，用刀尖小心地从婆婆口中挑出一样东西，随着动作，几粒金灿灿的豆子从血水中滚落出来，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。这是第一次出现金子。本来事后冷静下来有些后怕的夫君立刻变得兴奋了起来，看着他布满红血丝的眼睛，我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就已经不能称之为人了，而是变成了一头只知认钱财的畜生。他的行动变得光明正大起来，甚至毫不避讳公公，只说道：爹，你想过好日子就什么都别问。公公看着他的眼神惊恐不已，比他更惊恐的是婆婆，她已经疼得晕了过去，醒来后整个人都像变了一个样。只要一听到夫君的声音，他都会吓得躲到墙角，或者用被子把自己蒙起来。见到夫君的人时，甚至几次吓得晕过去。看到婆婆这样，夫君烦躁不已，将刀扔给了我，交代道：这回多弄点银子出来。我顺从地应了一声。夫君很满意我的恭敬，他说道：你是我的妻子，你放心，只要你听话，以后少不了你的好日子。我也很满意。我拿着刀出现在婆婆屋里时，她床上猛地挣扎起来，但她早被夫君绑在了床上，挣扎也是徒劳。她的嘴里也被塞了布，连声音都发不出。她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祈求。这幅画面和上辈子我被绑在床上的画面重合，只是这回拿刀的人换成了我，没有血，没有尖叫，只有堆了满床的银子，泛着冷冽的寒光。夫君对这次我拿来的银子很满意，甚至大方地分了我许多。那之后，他像个无底洞一般，索要的越来越频繁。婆婆的身体也越来越虚弱，可最近夫君在教坊那个相好晚香，最近被一个外来的富商看上，要给那个晚香赎身。他正对晚香上头，闻言他立刻跑回了家。不就是赎身吗？银子他有的是。而当我两手空空从婆婆屋子里出来，他错愕不已。你说什么？变不出银子了？我点点头，刚才我试了好几次，确实变不出银子了，只有几个铜板。他脸色阴沉，不悦地说道：我去看看。到了婆婆屋子里，我拿着刀划了好几次，这回连铜板都没有了。他气急败坏，没用的老东西，然后一把抢过我手里的刀，用力地朝婆婆身上捅下去，嘴里还不停喊着：银子呢？我要银子，给我银子！他的表情疯狂又狰狞，如同志怪传说里索命的恶鬼。婆婆的气息越来越微弱，身体早就不动了。夫君却仿佛没有看见，仍然不停地挥舞着手中的武器。我扭头看向窗外，那里有一个踉跄着离开的身影。我无声地开口：下一个该你了。婆婆死了。
夫君对外说她突发恶疾，然后就将她匆匆的下葬了。婆婆的娘家人颇为不满，但人已经死了，夫君又送上了几串铜钱，他们就闭了嘴，安静的离开了。可村里就不是那么好打发的，他们都是知根知底的。最近家里日子过得好了，明里暗里打听的人太多了。我们搬到城里去住吧。夫君意有所指的说道。人生地不熟，有些事儿反而好办。公公的脸上带着明显的讨好。行，爹都听你的。可到了半夜，公公就背着包袱悄悄地从屋子里出来。刚走到院门口，夫君阴恻恻的声音就从他背后响起：爹，这么晚了，去哪儿啊？公公一愣，还没来得及开口辩解，就被一拳撂倒在地上，两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他啐了一口：老东西，就知道你要跑。他熟练地掐开公公的嘴，然后看向角落里的我：来，像上次一样，省得他出去乱说。我沉默地上前，一截黄金从公公嘴里掉了出来。夫君面带嫌弃地将他一脚踢开，脸上才有了几分欣喜。他啧了一声：老东西还算有点用处。顿了顿，又说道：给他弄点药，别让他死了。他看见我浑身颤抖，只以为我害怕，还在得意于自己的杀鸡儆猴，又一次用话敲打我。你只要听话，自然不会吃这些苦头。我乖顺地点头。他不知道我的颤抖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兴奋。兴奋，又一个仇人即将落在我手里了。那天之后，我们搬到了城里，在槐花巷置办了一座3进的院落，还买几个伺候的婆子和丫鬟。刚安顿好，他就拿着银子跑出了门。这时，丫鬟端来熬好的药。夫人，老太爷的药熬好了。我伸手接过。要给我，你去帮赵婶做饭吧。夫君说公公得了失心疯，所以把他关在了房间里。小丫鬟去送过一次药，就被房间里的景象吓得脸色煞白，浑身抖个不停。听到我说要自己去送药，他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。看着丫鬟脚步轻快地离开，我端着药来到公公房间时，他也被绑着躺在床上，嘴里呜咽着，口水不时地流出来。我拿着刀在他脸上比划着，先割掉哪里比较好呢？他惊恐地看着我，身体剧烈地挣扎起来，嘴里也发出啊啊的吼声。我诚心地问他：爹，你是比较喜欢自己的眼睛，还是喜欢自己的鼻子？他吓得一激灵，然后一股腥骚味从他身下传来，公公竟然被吓尿了。我忍不住开怀大笑，哈哈，你也有今天。上辈子我最恨的人就是公公，他折磨人的花样最多。他先是借口保密去掉了我的舌头，发现我的器官可以变出来金子时，他就开始变本加厉。最开始是我的鼻子、耳朵，然后又一根根割断了我的手指。再后来，夫君需要聘礼时，也是他出主意，挖去我的眼球，把我做成人质，还说道：他过得越惨，你那新婆娘不就越高兴？本来还有几分不忍的夫君，立刻默许了他对我的施虐。想到这里，我笑意更浓。不急，一个一个来，哪个我都不会放过。不过现在先收点利息吧。刀起刀落，公公的一只耳朵掉了下来，变成金粒落在地上。他痛苦地嚎叫了一声，然后疼晕了过去。我掐开他的嘴，把药灌了进去。他可不能这么轻易地死了。然后我叫来公公院子里的婆子，给老太爷收拾干净。对了，老太爷又犯病了，把自己耳朵生生扯了下来，给他上点药包扎一下。公公的伤口整齐干净，明显是利器所伤，但婆子像是没看见一样，只是动作利落地收拾着。我满意的扔给他一块碎银子，他对我的态度更加恭敬了。而夫君在拿到金子时，什么反应都没有。他拿着金子给教坊的那个晚香赎了身，办了盛大的纳妾礼，甚至请来了左邻右舍来观礼，其中就有知府的女儿李雪莹。李雪莹虽然是外室女，但到底是知府的女儿，消息远比一般人灵通。给晚香这个教坊名人赎身的钱，可不是普通人能拿得出来的。更何况晚香这样阅人无数的人，可不会轻易答应给人做妾。几经调查下，他惊讶地发现，我的夫君这个出身普通的农家子，似乎拥有取之不尽的钱财。这次纳妾礼，他便也借着邻居的身份亲自上门探查，在看到桌子上山珍海味之后，没几日就出手，勾得夫君要休妻再娶。我还记得他那日红光满面的来找我，等我娶了知府的千金，以后就能做官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抛弃你的。李小姐说了，等她过门，就会给你个妾的名分。说完，就在公公的怂恿下，把我的四肢化作金块。我那时已经没有了舌头，连质问都做不到，只能用愤恨的眼神看着他。他却恼羞成怒，一气之下挖出了我的眼球。而现在看着李雪莹眼里的贪婪，我笑得越发温婉。真好啊，我所有的仇人终于都要聚齐了。入夜，夫君和晚香在隔壁房间里翻云覆雨，我听着不时传过来的声音，磨着刀。晚香进门后，吃穿用度无比奢靡。夫君对她娇声哄几句，不论是价值千金的浮光锦、香云纱，还是全套的首饰头面，统统大手大脚的给她买来。而花费的银子自然是从公公那里来的。现在公公屋子里整日飘着浓重的药味，他院子里伺候的婆子看着我的眼神越来越敬畏。晚香是个聪明的，明明知道公公的存在，但夫君没提起让他见，他便不吭一声，甚至在我面前也一直恭敬有加。不愧是欢场出来的头牌。我知道他很快就会像上辈子一样发现家里的秘密，但他是唯一有良心的一个。如果不是他暗里给我上药，我早就死去了。李雪莹入门那天晚上，他趁乱逃跑前还来见了我。这家人都疯了，我是不敢再待下去了。夫人，我要走了，你保重。他走了之后又折了回来，说道：我跑路的盘缠都是夫人流血换来的，我不白拿。夫人，你如今这个样子，
活着还不如……我听懂了他的意思，努力用残缺不全的身体给他信号。好在他也明白了我的意思，他解开了我身上包扎的纱布，鲜血顺着残肢流了出来，越来越多，很快湿透了被褥。没多久，我就因失血过多死去了。看在他帮我解脱的份上，这辈子我送他一份大礼吧。我把他找来，几句话之后，他的眼睛越来越亮，最后他一副豁出去的样子，说道：“夫人，我信你这一回，你就是骗我，我也认了。”婉香的动作很快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，但没几天，婉香就来说事情成了，夫君已经搭上了李雪莹，甚至在他家里见到了李知府。婉香嘲讽地说道：“他醉了酒，嚷嚷着自己成了知府女婿，也能当官呢。本朝当官虽然是靠举荐，但李知府还是靠岳父的人脉才当了这个官，他哪里敢举荐外室女的女婿？不过是为了钱哄骗夫君罢了。偏偏他还信了，他兴冲冲地来找我商量。我和李小姐商量过了，你是原配嫡妻，她过门是平妻，不会威胁到你的地位。”我一脸感激地看着他，多谢夫君，心里却冷哼一声，上辈子难道我就不是原配嫡妻了吗？不过是因为只有我才能使用那把刀换来银钱罢了。他满意于我的乖顺，等我以后当了官儿，你就是官夫人了。不过李小姐毕竟是知府女儿，当平妻是委屈了她，这聘礼就要多上一些了。我迟疑道：“可是爹的身体怕是……”他沉思片刻，说道：“先请这聘礼来吧，婉香那边你找机会试探一下。”等他走后，婉香从屏风后出来，狐疑地看着我。试探我什么？我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。走，带你去看看我们家最大的秘密。1刻钟后，看着吊在床上的金子，他眼里非但没有贪婪，反而全是惊恐。婉香脸色苍白，吓得瘫坐在地上，瑟瑟发抖。你放心，我答应你的事不变。他面色稍缓，但表情依旧紧绷。床上掉落的金子越来越多，屋子里的血腥味也越来越浓。婉香意识到了什么，问我：“给我赎身的钱。”我笑着点头，他捂着胸口干呕起来。等到了夫君面前，我找了一把普通的刀子，在婉香胳膊上划了一下，然后告诉夫君划他没用。他虽然遗憾，但很快就拿着金子去置办聘礼了。对公公的情况一句都没问。他这副冷漠无情的样子让婉香更加害怕，她下意识地逃避他，甚至他从教坊带来的小丫鬟被主爬床时，他甚至还松了口气。而夫君白天一心扑在筹备婚礼上，夜里又有了新人，正新鲜，竟然没发现婉香已经很久没出现在他面前了。很快就到了李雪莹进门那天，我告诉夫君，今天我就不出面了，省得李小姐不高兴。他给了我一个赞许的表情。他穿着大红色的新衣，一路吹吹打打的去迎亲了。我想到我嫁给夫君的那天，连一身完整的嫁衣都没有，只用一块红棉布做了件新袄子，然后坐在借来的牛车上嫁了过去。那时候虽然日子清贫，但夫君对我不错，不像村里其他男人动辄就对自己的女人打骂。嫁进去3年没有生育，公婆也从没有为难过我，所以我在捡到那把刀时才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他们。可谁知道换来的却是无休止的痛苦和折磨。这时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，我仔细听了半晌，应该是李雪莹进门了。前面闹了一天，一直到了华灯初上时，家里各处都点了灯。等夫君和李雪莹进了洞房时，我看向婉香，你该走了。她是个妾，我作为主母，一份放妾书就还了她的自由，连同放妾书一起给她的，还有一个装满了金银的包裹。她接过放妾书，但视线却停在包裹上许久，犹豫又痛苦。我上下打量着婉香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一个教坊女又心软又清高，而且我发现她眼里竟然还有一分天真。这世道，天真的人可活不下去。我语气嘲讽地说道：“脏的从来不是金银，是人心。”闻言，婉香神色复杂，她愣愣地看着我，忽然跪下，给我重重磕了3个头，说道：“夫人保重。”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。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，我嘴角上扬，属于我的猎杀时刻到了。公公看到我，吓得浑身发抖，他用祈求的眼神看着我，嘴里不停地发出求饶的声音。我笑了，说道：“牺牲你一个，就能让全家过上好日子，这是你的福气啊！如果换成是我，我一定毫无怨言。你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呢？”说着，我高高兴起手中的刀，猛地扎在他身上。他发出凄厉的叫声。柱子是你儿子，这都是为了他的前程。柱子可是要当官的，有你这样的爹，他脸上也无关。要不是你能换来金子，新媳妇早就容不下你了。上辈子公公对我说过的话，被我一刀刀还了回去。公公的哀嚎声越来越小，身体也变得僵硬冰凉，只剩下一双怨毒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。等我推门出来，公公院子空无一人。我把还带着血的金银扔到地上，高声说道：“想活命的就拿着钱滚！”片刻后，公公院里的婆子走了出来，她快速地捡了一锭金子，飞快地跑了。然后是第2个、第3个，家里所有人的下人，包括婉香那个爬床的丫鬟都来了。所有人都不敢抬头看我，更不敢发出一点响动，全都低着头，快速地捡起金银，然后飞快地跑走。我带着一身血来到了正房，夫君和林雪莹的屋子里一片漆黑，只有2根喜烛透过窗子露出一点光。我就坐在房门口的台阶上，一边擦着刀身上的血迹，一边等着天亮。可夫君和李雪莹出来的比我想象的晚，直到日上3竿，2个人才出来，嘴里还不满地骂道：“
伺候的人都死哪儿去了？看见我，他下意识地皱眉。你怎么？他的话在看见我满身的血污和手里的刀时戛然而止。我含笑看着他们。娘死了，爹也死了，接下来该轮到你们了。李雪莹还不明所以，但夫君不，刘大柱，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。他正要开口说话，我已经拿着刀直直地刺了过来。情急之下，他一把将李雪莹推了过来。伴随着李雪莹的一声惨叫，刀划破了她的脸，一道血痕从她左边的眉骨贯穿到了右边的嘴角。啊啊啊！她发出激烈的惨叫声。赏给你们了。随着我的话一落，一个浑身脏污的乞丐走了过来，然后把李雪莹拖到了房间里。门砰的一声被甩上了。刘大柱对李雪莹的呼救声充耳不闻，因为他自己也被几个壮硕的男人毒打着。我好整以暇地看着这一幕。上辈子刘大柱坚持不肯把我赶出去，但又想在李雪莹表现出他的诚意，于是在他的默许下，李雪莹用刀划了我的脸，甚至找来乞丐毁了我的清白。刘大柱就犹如此时一样站在门外听着。没了舌头的我连求救都做不到，只能发出啊啊的惨叫声，就像此时的他一样。直到乞丐红光满面地从房间里出来，几个男人才停了手。他们向我拱了拱手，然后和乞丐也一起带着银子走了。这时刘大柱早被打得晕了过去，等他再醒过来，他已经被五花大绑着了。我笑盈盈地看着他。我捡到那把刀的时候真的很开心。上辈子发生的事一件件从我的口中说了出来。他先是茫然，然后是恍然大悟。等我讲完的时候，他剧烈地挣扎着，用愤恨的眼神看着我。你好像没有搞清楚现在的状况啊。他挣扎得更加厉害。听说有一种酷刑叫凌迟，我早就想在你身上试试了。我举起手里的刀，一夜过去，早就被我擦得异常干净，刀刃反射着逼人的寒芒，刀异常的锋利。他疼得一抽，我想了想，拔出了他嘴里堵着的破布。杏娘，上辈子是我做错的，你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吧。他终于知道害怕了，痛哭流涕地向我求饶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我又一刀下去，这回用的力大了些，银子咕噜滚到了地上。他疼得大喊，但看到银子，他眼睛一亮，语速飞快地说道：你留着我可以换银子，我有用，你别杀我。我不为所动，又是一刀。啊，我不想死。他哭着求饶的声音在我听来无比悦耳，我的动作越来越娴熟。很快，他的周身落了一地的碎肉，全是从他身上割下来的。他嘴里的话也从求饶变成了咒骂。我也会重生的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把你碎尸万段，让你生不如死。我诅咒你，你会不得好死的。我没有吭声，只是下刀的力道又重了几分，换来他又一声的惨叫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没了气息，我也不在意，继续着，直到他变成一具白骨。等一切结束，我放了一把火，把一切都烧得一干二净。火光映着我脸上的，有如18层地狱来的恶魔。大火烧了整整3天3夜，槐花巷的那座3进宅院化为了一堆焦黑的炭土，连带着周围几户人家都受了牵连。我站在巷口的老槐树下，冷眼看着救火的人群忙忙碌碌，听着他们议论刘家遭了天谴，说是平日里挥霍无度，折了福报。手里的那把小刀，此刻正安静地躺在我的袖袋里。火熄灭后，我在废墟里翻找了很久，刘大柱的骨头都烧脆了，一碰就碎，唯独那把刀竟然在烈火中毫发无损，甚至连一丝黑灰都没沾，依旧寒光凛冽，锋利如初。只是刀柄上那抹暗红色的血渍似乎更鲜艳了些，像是刚吸饱了血的蚊虫，透着一股妖异的诡艳。我知道这把刀绝不是凡物。离开废墟时，我在街角遇到了一个老乞丐，他少了一只眼，另一只眼浑浊不堪，盯着我手里的刀看了许久，突然裂开满口黄牙，笑了起来。女娃娃，这刀沉不沉？我警惕地握紧了刀。你想干什么？老乞丐摆摆手，从怀里掏出一个脏兮兮的葫芦，喝了一口，慢悠悠地说道：别怕，这刀叫贪狼，专吃人心。300年前有个富商得了它，一夜之间富可敌国，最后却把自己连皮带骨都喂了刀，化作了一滩脓水。这刀只认血，不认人。你用别人的血养它，它就给你钱；你若用自己的血养它，它就要你的命。我心里一惊，想起上辈子我用自己的血划破手指时毫无反应，而这辈子划破别人却能变出钱来。原来如此，他不要我的命，他要的是我手里的命。老乞丐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。丫头，刀已引宝，再用下去，小心反噬，好自为之吧。说完，他敲着竹板，唱着不知名的小曲儿，一瘸一拐地走进了漫天风雪里。我摸着冰冷的刀锋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反噬？我早就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还怕什么反噬？只要能让那些该死的人下地狱，就算把我这身骨头渣子都喂了刀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我没有离开这座城池，而是在城西的破庙里落了脚。那把刀被我用布层层裹好，藏在了神像后的暗格里。我不需要钱，刘大柱和李雪莹的聘礼还有剩下的金银足够我挥霍几辈子。但我闲不下来，城里的乞丐混混很多，我开始在夜里游荡。城东的米铺老板哄抬物价，害得多少人家卖儿卖女。我带着刀找上了他，然后一把火烧了他的米仓。城西的恶霸强抢民女，我半夜敲响了他的家门。城北的赌徒输红了眼，要卖老婆孩子，我拿着银两买下。
在他感激涕零的时候，举起手中的匕首。我像个幽灵一样穿梭在这座城池的阴暗角落，用那把刀一点点收割着罪恶。每收割一个人，我心里的恨意就消散一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空虚。直到有一天，我遇到了一个人，那是个年轻的书生，穿着洗得发白的长衫，在寒风中瑟瑟发抖，却死死护着怀里的几个馒头，不肯让旁边的野狗抢走。他饿得头晕眼花，却还在背诵着圣贤书。我想起了上辈子的刘大柱，他也曾这样在寒冬里把唯一的烤红薯塞给我，自己喝凉水充饥。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，久到像是上辈子的上辈子。鬼使神差的，我走了过去，递给他一锭银子。无功不受禄，小生不能要。我看着他清澈愚蠢的眼睛，突然起了恶作剧的心思。我拿出那把刀，在他眼前晃了晃。想要吗？只要轻轻划一下，这就是你的。书生看着刀，又看了看我，坚定地摇头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姑娘，这刀上有血气，还是尽早扔了吧。我愣住了，血气。我低头看刀，不知何时，刀柄上那抹暗红竟然像是有生命一般，在微微搏动，仿佛一颗跳动的心脏。一股强烈的恶心感涌上心头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也变成了刘大柱，变成了我最恨的人。我拿着刀，不是在审判罪恶，而是在享受掌控生死的快感。这把刀正在把我变成一个怪物。我病了一场，高烧不退，梦里是一片鲜红，还有刘大柱死前那双怨毒的眼睛。他说：“你也会不得好死的。”迷迷糊糊中，我感觉有一双温婉的手附在我的额头上。醒来时，那个书生正守在我身边，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粥。你醒了？他有些局促。我看你倒在破庙里。我警惕地缩回手，摸向怀里的刀，还在。别怕，书生温声说道。我没动你的东西，只是那把刀看着实在邪门，我帮你擦了擦。我接过刀，发现上面的血迹竟然真的被擦干净了，露出了原本古朴的纹路，只是那种搏动的感觉依然存在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在下陆青雨。我看着他，突然做了一个决定。陆书生，你想读书考科举吗？他脸一红。想是想，只是家贫。我有钱。我淡淡的说。很多很多钱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啊？帮我毁了这把刀。陆青雨愣住了，他看着那把精致的小刀，又看了看我。这刀虽利，却是不祥之物。若姑娘信得过，在下愿往城外的铁匠铺一试。我当然信不过普通的铁匠，但我信得过陆青雨眼里的那份纯粹。我们去了城外最大的铁匠铺，我让陆青雨在外面等着，自己拿着刀走了进去。老铁匠看到刀，吓得跪在地上磕头。这是妖刀，夫人，这是妖刀啊，会死人的。能容了他吗？老铁匠颤抖着说。容不了，除非用寄存之人的心头血祭炉，或者把它扔回他该去的地方。他该去的地方？传说这一刀出自地底的阿鼻地狱，是用恶鬼的脊骨磨成的。要送他回去，得去极阴之地，在子时3刻用符咒封印。我哪里懂什么符咒，但我知道哪里是极阴之地。乱葬岗，月黑风高夜，乱葬岗的灵火悠悠飘荡。我站在一座无碑的荒坟前，手里握着刀。陆青雨远远地站着，手里举着火把，光照亮了他苍白的脸。姑娘，真的要这么做吗？他声音发抖。这把刀已经开始吸食我的精气神了。最近我总是觉得冷，哪怕裹着最厚的棉被也冷。而且我的皮肤上开始出现细细的裂纹，就像上辈子被划破后愈合的伤疤一样。与其被它吸干，不如同归于尽。我按照老铁匠说的方法，咬破指尖，在刀身上画下并不标准的符文，然后将刀狠狠插进了荒坟的泥土里。没有反应。风更大了，吹得树叶沙沙作响，像是无数冤魂在哭泣。我又用力压了压刀柄，突然，刀身上那抹暗红猛地爆发开来，化作一团红雾，将我笼罩其中。我仿佛听到了无数声音在耳边尖叫，有刘大柱的，有公婆的，有李雪莹的，还有无数我不认识的人的声音。还我命来！我要钱！好疼啊！头痛欲裂，我的视线开始模糊。就在我以为自己要被这红雾吞噬时，一道清朗的读书声穿透了魔音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是陆青雨，他跌跌撞撞地跑过来，手里紧紧攥着一卷书，挡在我身前。红雾撞上书卷，发出滋啦的声响，像是滚油泼在了雪上。那把刀开始剧烈颤抖，发出嗡嗡的哀鸣。快走！我回过神，拔出插在地里的刀，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，将它扔进了旁边的深潭里。扑通一声，水花四溅，红雾瞬间消散，那些尖叫声也戛然而止。我腿一软，跌坐在地上。陆青雨连忙过来扶我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看着她，突然笑了，笑着笑着，眼泪就流了下来。那把刀沉入水底，再也没有浮上来。后来，陆青雨用我给他的钱修了一座书院，专门收留那些读不起书的穷孩子。我没有再嫁人，也没有离开，就在书院后厨帮着做饭。我的脸毁了容，身上也全是伤疤，但我不在乎。每当夜深人静，我看着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，心里那股戾气就会慢慢平复。那把刀再也没有出现过，只是偶尔在下雨天，我会梦到那个老乞丐，他依旧喝着酒，笑着对我说：“女娃娃，债还清了，下辈子图个好胎吧。”再后来，陆青雨考中状元，外放做官。
他要带我一起走，说要奉养我终老，我拒绝了。我在书院后的山上搭了间草庐，每日看云卷云舒。我知道我的日子不多了。被那把刀反噬的旧伤一直在体内潜伏，就像一颗定时的炸弹。但我不怕，这辈子我手刃了仇人，救了自己，也算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，足够了。隆冬的一个清晨，雪下得很大。我坐在屋檐下，看着雪地里几个孩童在堆雪人，手里拿着那是陆青雨送我的一卷书。虽然我不识字，但摸着那些凹凸不平的字迹，心里却觉得安宁。恍惚间，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河边。这一次我没有捡那把刀，我只是洗完了衣服，哼着歌回了家。家里虽然穷，但锅里有热粥，炕上有暖被，男人书桌边温书。见我回来，立刻起身接过我手中的木桶，真好啊！我缓缓闭上眼睛，嘴角带着一丝满足的笑意。世间再无那把妖刀，也再无那个复仇的恶鬼。